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竹尖石乡这边露营。这次因为天气有点冷了，所以呢，我要来分享的露营料理是火锅。我好想吃辣哦，可是孩子们又不能吃辣，所以我要做鸳鸯火锅。做2种口味的火锅，一个辣一个不辣的。我要用豆腐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还有呢，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户外用卡式炉把白米煮成白饭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鱼蛙溪小鱼元宝。大家平常在家里呢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在瓦斯炉上面把白米煮成白饭。除了做菜呢，今天我还要来跟大家分享2天1夜露营食材呢，我准备了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就赶快现在做菜吧。准备2杯的白米，我现在才要来洗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来洗米了，开水。洗米，洗米，关了。好，可以关了。这样子洗米，我用用看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再做好一次，洗一洗手。不是有些米会掉进去吗？用手给它接着，米就不会掉下来了。你看，米都没有掉出来哦。好了，米来了，关水了，太多了，我来试试看。好，我倒喽，可以了。沾沾，可以了。准备一个不粘锅，把洗好的白米放进来。耶，有白米吃了。我没有带到2米杯来，一个2米杯大概是180 CC 的水，那这个杯子是270 CC， 所以大概是1.3杯的水。好好吃的，好想要吃。把它放进来，浸泡30分钟。准备一盒板豆腐。把板豆腐切开，变猫咪了。把豆腐切厚片。做火锅我习惯用板豆腐，再换一个方向，给它切成3等份。把豆腐放入盘中，准备一包鲜香菇。鲜香菇要看看有没有木屑，有木屑的话就要去冲洗一下。用手如果拍得掉，大多数的鲜香菇是不需要冲洗的。如果在家里有牙刷的话，可以把这些木屑刷下来。我最后用冲洗的，因为有些木屑还蛮难剥的。把它对半切。小朵的我也对半切，因为小朋友等下可以吃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豆皮等一下也是要用到。现在来切红萝卜。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对半切，这里切成滚刀块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1盒玉米笋，玉米笋是女儿很喜欢吃。玉米笋洗干净了，现在斜切成一半。把玉米笋放入盘中，准备一些玉米。玉米喜欢
对，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吃玉米，把玉米的皮剥掉，等下来洗。台湾的玉米有分甜玉米和糯米的玉米，我们家比较喜欢吃甜玉米。糯米的玉米我是来到台湾才吃过的，马来西亚我没吃过糯米的。把玉米切成段状，把玉米放在盘中，准备2颗的番茄，把番茄切一半，把蒂头切掉，把番茄切成小块状。如果你喜欢吃大块的，也可以切大块一点。我才买的这些食材是在全联买的，大家可以到我的日常副频道去看看我那天才买的这些食材的影片。把番茄放入盘中，白米已经泡了30分钟，现在就转大火把它煮滚。先不用盖盖子，就是让它煮滚。煮滚之后，等下再盖盖子，转中小火，就是最小的火煮10分钟，然后再焖30分钟。对。煮的时候，我习惯先这样子给它翻拌一下，怕它粘锅底。啊，对，在煮之前呢，要先放一点油，让它润滑。快要滚了，再一下下。泡泡冒得很急，已经大滚了。盖上锅盖，转小火。煮10分钟，开始计时。准备2条秋葵，这秋葵是早上把拉爸去采的，这是他种的，收成2条了，他超有成就感的，好新鲜哦！你看还有这个，把蒂头切掉，把秋葵斜切成片，把秋葵放入盘中。时间到了，煮10分钟了，关火。要离火焖30分钟，这样子底部才不会烧焦。我买了一个这个户外的水桶，孩子们可以玩水，然后呢，我又可以拿来洗菜。现在先拿来洗菜。菜价有变贵了，可是呢，这一次我买到的算还可以，这样子3把50块。好多泥沙哦，我们先拿去洗。这是 A 菜，女儿很喜欢吃 A 菜，因为它的整个梗到叶子都是很软的。根部尽量每一条都冲洗仔细一点，顺便把不漂亮的地方摘掉。我都习惯这样子2片2片的，用流水方式冲洗。天色暗了，来点个灯。这里还有虫子，户外就是这样。
料都备齐了。先来和大家分享这2天1夜的露营，我们准备了哪些食材。首先，非常感谢安晴赞助我们这台行动冰箱，让我们在打包露营用品的时候，我的食物不用最后一个才上车，然后是会忘记拿冷冻里面的东西啊。就像上次露营的时候，我就忘记拿冷冻里面的冷冻花椰菜 ，Costco 买的那个冷冻花椰菜，然后我们就没有菜可以吃。我露营选择的东西呢，就是希望尽量都要找在家里可以用、户外也可以用的东西，这样子呢，才可以把那个东西呢用得更有意义、物尽其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像这次的行动冰箱呢，就是除了可以露营用之外呢，我在家呢也可以囤放一些冷冻的食品。毕竟孩子们随时喊肚子饿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从那个行动冰箱里面拿东西弄给他们吃。因为家里的冰箱呢冷冻，很常去一趟 Costco 回来就塞满了，就放不进去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的行动冰箱呢，就是最好让我囤放食物的时候了。这行动冰箱容量很大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台行动冰箱的容量是45公升的，它有双槽的设计，一个就是冷藏区，一个就是冷冻区。那如果你冷藏食品比较多的话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冷冻区改成冷藏区，它这最低可以到-20度。像我今天都没有带冷冻的东西，所以我都把它设成冷藏区，所以2边都是冷藏区。我刚刚的食材都拿起来了，现在还有这个鸳鸯火锅的汤底，还有水果2瓶的红茶。还有刚香菇用剩的，还有一个等下来啃瓜子。这一次看我们冰箱好像没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已经抓到食物的量了。就是之前呢，因为是夏天露营，孩子们热到不想要吃东西，所以我剩很多东西还要带回家。然后到第2路呢，再减少一点食材，还是有剩又带回家。所以这次我抓得很精准，全部都煮成火锅呢，吃2餐，午餐晚餐都吃鸳鸯火锅。然后呢，隔天的早餐呢，就吃里面的泡面，还有麦片之类的。所有的冰箱呢，这次呢都抓的量，我觉得是很刚好的。旁边这里是微电脑温度调节控制面板，可以随意调整冷度，想设定几度都可以，最低到-20度。刚刚我们是设定6度的冷藏。如果你有带冰淇淋，是设-15度，那这最低可以到-20度。非常的够冷，最高是可以到20度，我这边就不设定了，我就直接按到我们刚刚的6度。这花朵按下去呢，可以切换成 Max 或是 Eco。Max 的话呢，就是长效制冷 ；Eco 的话呢，就是恒温保鲜。如果切换成 Max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冰箱更快的冷冻。像我们一开始用的时候，就是把它切到 Max， 让它强效的制冷。来到营地呢，你可以就让它 Eco， 因为它就可以在里面恒温的保鲜。夏天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天气热造成食物在里面会变质。因为呢，它的外层呢是采用无氟保温层，外部的温度呢不会影响到内部，内部依旧可以保持恒温的一个循环。行动冰箱呢，搬上车的时候呢，可以用它附的车充插电。它有智能电池保护功能，可以保护汽车的电瓶，可以高中低自己去调。像我们这次就是使用高保护。最后呢，我觉得很加分的就是这里呢有一个 LED 灯，因为呢它可以照到里面的食物，到偏暗的营区呢找东西也比较容易。最后讲一下它的消耗功率是45瓦，所以一般营区是可以用的。一般营区都是在7、8瓦左右嘛，所以它45瓦是可以用的，都不会跳电。这冰箱呢是12.8公斤，加上里面的食物呢就会变得好重嘛。幸好它有附一个大推车，可以耐重100公斤的大推车，所以到营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一个大推车拉进来，把这冰箱拉进来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去做我们的鸳鸯火锅。这是我爱的酸辣汤底，妈妈喜欢吃。哦，下面有一点沉底。我要去别人帐篷。这是椰香姜黄的口味。这是我。
加点水稀释，开火煮滚，把番茄放进来，玉米、红萝卜、玉米笋、秋葵、香菇、豆腐。 豆皮，白饭焖好了。哇，这白饭煮得很成功，都没有焦，而且很松软。我来开饭了。 好吃啊！孩子已经先吃了，很饿。我想要吃辣的。刚才我没有朋友，现在又有朋友了。是6年级的朋友，是大哥哥，2个。今天的鸳鸯火锅很适合现在天气冷的时候吃。大家在家很忙没时间做菜的时候，不妨可以做这道，简单快速就可以上桌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